大家好，我是劳拉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在乌拉圭闯一个红灯需要多少钱？我先说答案好了。在乌拉圭，你闯一个红灯，你需要付出6865.15乌拉圭比索，折合人民币差不多是1030元，折合成美元差不多是166美元。为什么会想到说这个呢？是因为我们这个月去交了2022年我们的车辆使用税，这是交给政府的。每一年我们的车差不多是交2万比索，也就折合人民币差不多3000人民币。我不知道这个费用是不是根据车型不同、地区不同而有什么区别。我们家的车呢，就是普通的客货两用车，这种车在乌拉圭非常普遍，在欧洲也很常见这种车型，但是我在国内我没有见过和这个一样的。这种车非常非常实用，我只知道这个车的费用每年就是这么多。车辆保险那个另说了，因为风险由人各有不同。其实这些车的事情一直都是刀哥在弄啊，我根本不知道。只不过是那天他交了费以后回来，我们一看发票，他才告诉我说这里头有一个闯红灯的钱，然后告诉了我价格。我真的是惊到了，这么多钱。而且这个闯红灯是去年7月15号闯的，我们竟然根本就不知道。不是在我们马尔多纳多，是在首都蒙市那边闯的红灯。我们对蒙市的道路是不熟的，我们每次都是使用谷歌地图来导航，可是有的时候谷歌地图它也会导错，有的时候不能左转，但是它偏要叫你左转什么的，就搞得有点慌里慌张的吧。每次去我觉得刀哥都有一些紧张，因为蒙市车多人多，所以就闯了红灯。我们对这个红灯是稍微有印象的，但是呢我们当时也没有注意去查一下，所以这次去交费呢，不光要交这个闯红灯的钱，还交了差不多200块的滞纳金。所以在乌拉圭闯红灯要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非常高的。当然我认为其实这个是有必要的，因为交通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，闯红灯又是交通安全里特别不能容忍的错误，这样会带来很大很大的麻烦。所以我认为这个价格不算贵，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惩罚。在乌拉圭开车，用刀哥的话来说，就是比在国内开车要舒服的。这个话不光是他跟我说过，乌拉圭的车几乎是没有插队的，没有那种像国内，特别是北京，哇，那个车多的不得了，老是会有人来插队啊，或者是什么，而且那么拥挤哈。在乌拉圭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基本上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。刀哥说有可能回国了以后他可能都不会开车了，也不敢开车了。不过有美国人也曾经告诉过我说，乌拉圭的交通状况并不好，相对比较的话，美国那边的遵守交通规则比乌拉圭这边做的还要好。我个人是不会开车的，所以我根本就不太懂这些。其实我是学过开车的，我甚至还在中国拿过驾照。我当时是在北京的最大的那个驾校学的，但是学完以后就相当于没学，而且考试的时候还被教官主动来作弊。这个真的是让我太郁闷了。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作弊不是更好吗？你就很快拿到驾照了。可是对我来说我不是这么想的，因为我是花钱学车的人，你帮我作弊，我其实可能没过，但是被作弊过了，这个对我来说是不负责的。我当时学的是自动挡，可是我现在连油门刹车什么的我根本就完全都什么都忘了。我就是个新手，现在一张白纸，完全不会开。为什么我不敢开车？我真的是觉得这是对我不负责，也是对别人不负责，所以我不敢开车。但是我最近有计划要重新去学车，不过不是在乌拉圭，等后期如果方便的话我会拍摄视频。乌拉圭跟我们一样，驾驶员是坐在左边的。在乌拉圭大部分都是手动挡的车，自动挡的非常非常少，这也是我没有开车的原因之一。我们前几天说想去租车行去租一个自动车，让我重新学一下开车，结果每一个租车行的自动挡都非常少，而且价格非常贵。我们问了很多家租车行，打听下来呢，就是最便宜的最小的那种手动挡的车，一天大概40美元就能租到。但是如果你想租自动挡的车的话，
不仅选择是非常非常少的，很可能租车行就1辆2辆，甚至有的租车行都跟你说我现在没有，如果你要租自动挡，你提前1天告诉我，我就可以帮你拿到1辆自动挡。这家租车行的自动挡的这个车，它不是他们自己的，就是别人的家用自动挡的车，人家在他们那儿挂靠了，可能登记了，就是如果人家要租自动挡的话，就打电话叫那个人来把他的车拿出来出租1天，就是这样。价格呢是80美元1天，所以你可以想见这个自动挡和手动挡的差距有多大啊。现在刀哥做的生意是，从中国进口新能源车卖到乌拉圭，都是自动挡啊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好消息。说到国内的驾照能不能到乌拉圭来开车呢？我们来的时候是2015年，当时我们是可以直接用中国的驾照去换乌拉圭的驾照的，只要做一个公证，然后还有一些文件的翻译什么的，你就可以领到一个乌拉圭的驾照了。现在我听其他的人去办的人说好像是不可以了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刀哥开车很慢很小心，我们没有出现过任何的车祸情况。不过在乌拉圭有一天他出了一次车祸，是他自己一个人在一个加油站的十字路口，他被一辆摩托车给剐蹭了。当时那个情况，刀哥告诉我说他是一点责任都没有的，是那个摩托车的问题。当时刀哥有点懵了，结果那个摩托车就跟他说没关系，不用着急，说我留个电话给你，到时候你让保险公司联系我就行了。刀哥就信了，回来以后他就告诉我我也不知道，我也说那就好那就好，能联系上就行，反正保险公司会处理嘛。就是把我们的车驾驶员那边那个门呢撞了一个坑，那个坑也不是特别大那种坑，但是就是被怼了一下，是能很明显的看出来是一个坑，就是那么个情况。刀哥就联系保险公司，保险公司当时就懵了，说你为什么当时不打电话给我们呢？事后你才联系我们。刀哥也没有拍照片，然后保险公司就打了他说的那个电话，根本就是个假电话，这个电话根本就打不通。我们才知道就是被骗了。保险公司说这个事情只能算是自己的责任，我们因为也不能证实这是别人剐蹭的，你也现在也没有联系上，而且你也没有证人，当时你也没有给我们打电话。后来就把车送到修车那边去修。我想着说那么一个坑随便给你敲敲啊什么的不就好了吗？或者是怎么样弄一下就好了吗？结果好多天了，我们家那个车都没回来。我就问刀哥，我说怎么这么久啊？刀哥说那个修车厂在等门啊。我说等什么门啊？他说要换一个门。我当时我就晕了，我说就那么一个坑你要换一个门啊？反正后来也没有办法，就被那个修车厂就等那个门从巴西来吧，大概是就等那个门到了以后，我给他换了一个新的门，反正花了好多钱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里的保险费用也不低，而且像这种情况，那我们下一年的保险费用就会涨了，因为这算是自己造成的嘛。后来我们的华人朋友告诉我们说，这种事情你当时就要打电话给保险公司，还要报警，不能让那个人走了以后你根本就找不到这个人了。我们一直都觉得，因为乌拉圭人对外国人都挺友善的，跟我们打交道的乌拉圭人也对我们很好，所以在我们心目中乌拉圭人是挺不错的。可是相处下来，我们觉得很多乌拉圭人的信用是值得打个折扣的，包括乌拉圭人自己也曾经告诉过我们说，很多人是坏的，不要相信他们。所以说在乌拉圭你要和人相处的话，还是要多留一个心眼。好了，那这次的分享就先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的观看和陪伴，咱们下集再见吧。